想跑门儿都没有。埃及选手嚣张至极，无法无天，居然敢头戴鲨鱼鬼面具走入比赛现场，甚至声称今天要在擂台上 KO 一切中国挑战者，豪取冠军金腰带。台下的观众们被埃及选手这一副凶神恶煞的打扮给吓得瑟瑟发抖。头戴鲨鱼鬼面具吓唬人的家伙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就是来自埃及世界排名第7的格斗狠人谢里夫·穆罕默德。从他走路的姿势就说明他压根就没有把中国选手当回事，所以才会在记者面前声称秒杀中国人只需30秒。谢里夫仗着自己身强体壮，拥有埃及中量级冠军，就特别看不起人。有脾气有性格是好事情，但是因为这一点而公然诋毁其他国家的选手的确有点过分。本次他的对手就是来自辽宁锦州的金刚战警樊荣，从樊荣的绰号就不难看出他是中国退役特种兵，而且樊荣身材高大，臂力惊人，曾代表中国出战拿下过世界格斗锦标赛冠军头衔。现在的樊荣是中国中量级为数不多的实力猛将，虽然谢里夫是埃及格斗领域的扛把子，不过今天遭遇樊荣将会成为谢里夫职业生涯最倒霉的时刻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樊荣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刚刚登场的时候，谢里夫身材高大强壮，怎么来到金刚战警樊荣面前就变成了小孩子那么矮小？光是身高臂展樊荣就足以碾压谢里夫。果然在短暂的试探过后，樊荣率先向前移动逼近，试图在首回合压制住对手，拿到更多比赛点数。对待这种情况，谢里夫内心充满了恐惧。如果被中国选手率先压制，那后2回合肯定不会太好过。选手没错啊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我们看在赛前的话就跟樊荣聊过，因为这场比赛他占据很明显的身高和臂长方面的优势，所以说他应该会在开始的阶段先控制2个人的距离。是，但是穆罕默德呢是因为摔跤手出身，所以说他的地面技术应该是非常不错。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樊荣其实在国内的赛事当中已经是打出一切。对，转头望冠军赛之后呢，俗话说力量可以弥补一切缺陷。樊荣仅依靠蛮力就将谢里夫压制在地面上，谢里夫立刻剧烈挣扎，不能让中国选手得逞。虽说谢里夫一番努力成功回到站立对决，奈何樊荣的手臂还在死死勒住谢里夫的脖子处，只要谢里夫在此刻放松上肢的防守，那结局可想而知，很快就会结束战斗。这时候谢里夫只能通过消耗体力的方式阻止樊荣继续施展柔术所技。现在的话，奥利维克斯也是提醒下位的谢里夫不要做一些倒着的技滚，是对方的长期在用一些长期的做托啊，而且进入这个位，在这个位置呢，现在是越压越深，是啊，不错。我们得佩服谢里夫穆罕默德，他的这个手上的扣子真的是就像和情人锁一样，这永远的锁的太严实了。对。情人锁啊，这个一般的情人锁这 flag 最好少立啊，挂上情人锁之后，据说这个没有好结局的概率挺高的。是，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锁能够打开。哎，刚刚说完啊，哎，这个锁就解扣了，松开了。对，他这个起着的这个力气是用不上的。没错，而且樊荣现在的话，用自己的腿先控制住对方的一只手臂，哎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搭扣的可能。樊荣拿到上方压制身位，也并没有着急发起猛攻，而是通过压制的方式寻找谢里夫的防守漏洞，甚至樊荣一边压制一边挪动自己的身体。谢里夫这时候再去挣扎已经失去了作用，相反还会成为樊荣进攻的突破口。不少拳迷粉丝看到这一幕都投来了崇拜的眼光，不敢眨眼，生怕因为自己的发愣，瞬间精彩画面转瞬即逝。但是对方力量也很足啊，相当强，是。樊荣可能坐在对方的身体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蛮少见的。是，樊荣现在只要用自己的体重去压制住对手，还是用一条时刻。再砸，10秒钟的时间。这个反响确实给谢里夫一个信号啊，让他坚持下去。10秒就是我不管怎么样，先带进下一个回合。没错。总是樊荣最好的一次机会。时间到了。当然，刚才谢里夫的那个手头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早在赛前，谢里夫还敢扬言30秒就可以 KO 掉金刚战警樊荣。可是，1回合过去了，谢里夫内心充满了恐惧。自己的嚣张发言非但没有威慑到中国选手，顺势还让樊荣的怒气瞬间被点燃。想到这里，谢里夫就不由得向后退缩让步。
原来激怒中国选手是这么恐惧危险的事情，相信如果再给一次机会，谢里夫绝对不敢在中国选手面前耀武扬威。短距离上步的速度非常的快，闪转腾挪，再把对手抱摔到地面，接近到绳边。位置呢太靠近围绳边了，是啊，现在呢维维也示意两个人以相同的身位要回到擂台中央。回到擂台中央，以一个侧向压制的把位、侧向压制的身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Ready， 冲！樊荣的这个位置，那其实不如刚才啊。没错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谢里夫，其实他的左手已经是扣在了樊荣的脖子上。为了这种劲力的相持，是这种大级别的比赛就是有这样的比赛。樊荣要小心啊！上一场比赛呢是被德里德尔死角的方式降服，今天的比赛呢一定要小心对方的任何可能做出降服的一个准备。没错。镜头一转，樊荣再次通过力量优势将谢里夫压制在地面。从这里就说明樊荣并不擅长站立拼拳换脚，而是喜欢在地面缠斗环节通过各种柔术所技完成降服目标。谢里夫的求生欲望比较强烈，顺势利用手臂死死抓住樊荣的头部。就算今天输掉比赛，也要完完整整走下擂台。如果继续让中国选手樊荣暴揍下去，谢里夫很有可能会因此遭受重创，排进医院。没错，看到这么有利的位置，我不会轻易的叫停。是。现在看有机会裸脚，和上一场比赛牛康康的这个尝试是一样的啊。谢里夫呢，感觉跟他的对手艾利凯利也是有点相像，脖子很难去直接降服对手，而且对方也是一个有摔跤和地面经验的。看看这个腿上的扣能不能够搭上，多一个腿三角的尝试。脱开了，不太好，脱开了。对，刚刚的腿三角呢，确实扣也没有能够搭。是，推倒连接，推倒打点，上打拳，1分22秒的时间，结束了。刻苦用重锤，就那2-3下，没错。樊荣呢？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樊荣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樊荣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